朋友们，大家好呀！今天呢，再带大家看一下，在我们这边住的这个日本农村，还有很多没有人居住的这些老房子。以前也带朋友们看过，今天呢，我们再看几家跟以前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的，但是真的比较古老的那种，有年代感的。像在我们定居的这块日本农村这个位置，有很多这种没有人居住的老房子。一会儿带大家看一下，在日本农村的乡下，他们盖的房子全部都是后背都是靠着大山，靠着森林。但是你们看啊，像有人住跟没人住的区别非常大。这一家就是有人打理有人住，看看这小草坪弄得多么干净整洁。那个老太太啊，她经常自己出来就给她弄她自己的这个小院儿小草。咱们想看的那个无人居住的房子马上就到啦，就在这个，就是那一家，看到了吗，姐妹们？这个以前应该也是个菜地，然后没有人种了。哎呀，我有点想把它问一问是谁家的这个地啊，离我们家还是挺近的。我把这个地给它租下来，然后自己种种菜，也是蛮不错的。他这边弄的这个栅栏都弄得挺好的，有点想自己种块地啊，挺好的这块。朋友们，你们看看，就是这间房子，这个房子应该有很长时间的一个年代感了，窗户都已经破成这样了，有点像咱们以前那个古代的那种房屋的那种建造。这小院弄得还是挺好的，带你们看看他们家的这个正面。这边住的还有这边住的应该都是一家的，都没有人住了。但是你们看看他们这个小院这个绿植啊，他们都会定期的过来修理修剪，就是没有人住了。带朋友们看一看他们家的这块地啊，占地面积还是很大的，真有点像咱们以前那个住的那个宫廷的那种感觉啊。房屋上那个是太阳能，这种装饰这种绿植啊，他们家的这些绿植应该都是蛮贵的。门还是那样的。哇，他们家的这个还是挺大的这块地啊，占地面积。日本呢是喜欢把这个自己的名字，还有这个房子大门口的位置啊，写上自己的这个名字。你们可以看看，他们都会写这个姓氏啊，在他们的这个门口，以便呢，他们就是有快递呀、送快递呀，或者是朋友找过来，这样比较方便的去辨识。从院子整体来看，还有这些花草呀，一些这个绿植啊，他们整理的呀还是蛮好的。看样子这个房子的主人还是蛮懂生活的，他们这个小庭院弄得真的是挺干净的，挺整洁的，很懂生活。现在就是没有人住了，现在弄的这些栅栏呐、网呀，都是防止小动物把他们这个院子给霍霍的。像这种老房子都是老年人住的比较多，他们老年人住的这个房子，因为现在日本老年化特别严重嘛，就像这种没有人住的这个房子特别的多。现在据日本统计啊，10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已经超过了8万人。在日本独居的老年人啊，特别的多。所以说这种老房子，他们老年人去世了，自己家的孩子也不愿意来继承。那么我就给大家解释解释啊，为什么像这种这么漂亮、这么大的这个地啊，这么好的这个房子，他们自己的这个儿女不愿意来住来继承呢？首先，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很偏远山区的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四周全部都是山区，全部都是山，后面也是山。所以说，像一些在大城市住惯的一些年轻人啊，是不愿意回来在这个偏远的山区去住的。
再者说呢，有的说你把这个房子卖掉，因为在日本这个土地呀这些东西都是私有的，你要是给国家都要去交税的，每年都要纳税的。你看看这么大一片地，这么那个占地面积，它一年得交多少税？所以说导致了像这种特别大的庭院呀，这种房子都没有人要，也没有人敢买。这么大的土地，人家也交不起税呀，所以说他们就闲置在这儿，就放在这里面。尤其现在在这个日本的农村，这样的房子就是更没有人要了，你没有人敢要呀。现在日本社会也是低欲望的，人家也都觉得租房子比较来得快一点，来得方便一点。所以说现在日本人他也不会去选择我要去买个房子住呀，属于自己的房子，他们都是租房子比较多。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往大城市走的那个趋势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导致现在日本的这个农村的这个人口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种情况导致了很多日本的偏远的那些农村呢，他们有的房子就是说白白送人，地我也送你，教育我也不花钱，那年轻的人他都不来了，他都不愿意去。所以呢，在日本像这种空房子、老房子，占地面积这么大的，特别特别的多。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放在这里面，要比你卖出去，或者是继承了给自己家的孩子，因为继承税也特别高，还要合适，他们就是宁愿放在这里。在日本农村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房子遍地都是，都没有人要。这就是日本现状的农村这样的一个房屋的状况，分享给朋友们。朋友们，你们觉得这样的房子这么大的面积，是不是我感觉还是挺好的，对吧？他要是租更好呢，是不是要是租给别人住，这不多好呀？咱也想不明白。好啦，朋友们，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大家记得关注我们哟。给你们看我家老大的鞋子这才买了多长时间就坏了。这个我还是花了3000多日元在店里给他买的呀，心疼死我了，不知道能不能补呢。其实你们看孩子们这个衣服挺多的，要么就是别人给的，要么呢就是我去那个日本的就是二手衣服店嘛，给他们淘的。其实大家看我的衣服也挺多的，我呢其实基本上的衣服都是在这个日本的中古市场，也就是二手衣服市场去买的。它那里的衣服呢很便宜，便宜的就是有的是6块钱一件的都有，然后也有是100日元、200日元和300日元的衣服都有。小朋友的衣服呢都是100日元。今天那个小朋友的那个鞋坏了嘛，然后我打算去店里给他看看有没有适合我儿子穿的鞋。基本上鞋的话都是6块钱一双。其实你们看我的衣服，就是我觉得也挺好看的。然后这些衣服吧，都是在那个中古市场去买的，我也没有觉得很丢人嘛。但是他们那些衣服真的是经过消毒的呀，然后都是挺干净的。要么呢，有的就是连标牌都没有拆，然后直接就去贩卖，很便宜很好。所以呢，我经常去那里买，也很臭美，然后经常也很喜欢这些漂亮的衣服呀。但是呢，比如说店里的衣服真的是就是挺贵的。然后我很喜欢这些衣服呀，时尚之类的，所以呢，我就去那个中古市场、二手衣服市场去淘。其实蛮好的。今天呢，我们就去看一看。那我就收拾收拾，洗个头什么的，然后就出门啦。它呢叫恰库恰库，里面呢全是这个叫古着，日本呢叫古着，其实呢都是中古的，也就是二手的商品在这里贩卖。这里呢写着他们衣服很便宜的原因，其实都是他们自己收来的，然后省去了这个包装费所以他们的价格都很便宜。日本人呢也特别喜欢逛这种商店，除了老年人喜欢逛这个中古市场其实年轻人也很爱逛这里。在这里的感觉呢，就有点像在去淘宝贝一样的感觉，大家都在淘自己喜欢的中古商品就是每次来这里衣服有点多，花的时间呢就是特别多，每次一来基本上是2个小时都出不去。
你们看，这位年轻的妈妈正在给自己的孩子挑裤子呢。看这边的裤子呀，也是6块钱一条。今天我的主要目的就是给我家小孩找鞋子，对吧？我还真找着了，你看，买到了好几双鞋呢。一个是这个亚瑟士的，你看，其实还挺好的，因为在学校里穿嘛，特别的费鞋，就买这种2手的就可以了。这个呢，算是10块钱一双吧。这个小白鞋呢，打算给我家女儿穿，这个还是新的呢，一下都没有穿过，这个只要6块钱，太合适了，我感觉真的是捡到宝贝了。然后呢，还买到了一双Vans的这个鞋呢，你看基本上也算是没有穿过。这个呢，大概15块钱一双嘛，稍微大一点，留给我家儿子大一点的时候再穿。还给我家女儿小猪猪挑了一双小靴子，其实就是底有点脏，但是里面呢真的是很干净，给你们看一看。这个呢什么都是好好的，也只要6块钱。就是这个鞋里面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所以呢就是我每次都是来自己挑一挑选一选。诶，我起来的时候看到了这个衣服，哇塞，这不是我们中国风的衣服吗？这不是最近流行那个汉服吗？哇塞，给小朋友安排上，太好看了。我估计啊，这个肯定是从中国人家收过来的。我来看看这个衣服多少钱。哇，才30块钱，我觉得还挺便宜的。回家洗一洗，熨一熨，给小朋友穿上应该很可爱。给你们看看是不是很可爱？它就是有一点皱，回家熨一熨就好了。而且呢，它还是那种加绒的，里面都是绒，所以这个冬天穿起来也感觉很不错哎。果断拿下，太可爱了吧！小朋友的衣服呢，全部都是100日元一件，除了特殊的啊，比如说刚才我买的那个稍微有点特色的，它可能就是稍微贵一点。不过你们放心啊，他们所有贩卖的衣服啊，都是经过高温消毒处理过的，都有清洗过，弄得很干净的。给你们看这个小毛衣是不是很好？而且呢，还是品牌的，也没有破啊，弄得很干净的，保存得很好的，也只要100日元哦。除了这些内搭呢，墙上挂的这些棉袄啊，也是通通100日元，所以我感觉真的挺合适的。因为小朋友小嘛，我也呢没有花很多的钱在他们的这个服饰和穿着上面，要么呢就是朋友给，要么呢就是我自己啊来这个中古市场去淘。其实你们仔细看一看这个衣服，真的是挺不错的。给你们近距离看啊，这一个小棉袄、小夹克。看看它的袖子，都挺干净的，对不对？这个衣服也挺干净的，感觉也很新。日本人呢，用东西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很在意嘛。所以呢，他们的这个中古市场啊，不管是用的东西啊，或者是穿的东西啊，生活电器之类的呀，在日本啊都是挺火的。大家呢也都去这种中古市场去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自己呢也想挑几件好看的衣服。这些呢全都是100日元一件，看看这个小毛衣还挺好看的吧？给你们看看上身效果，照一下镜子就可以了，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还有这件打底的小衫，你们看怎么样？我感觉摸上去材质还是挺舒服的，应该是纯棉的，感觉当一个内搭穿挺不错的。哈哈哈，我就拿下啦！呀，我还看到了最近的活动，我的天哪，这是买1000赠1000呐，好合适啊！最后我还看上了这一件小衬衫，不过呢，不太适合我平时上班什么的，还是放弃吧。这边呢还有很多小帽子啊，也有纯毛的。这些贝雷帽呢，所有的帽子全部都是100日元哟。平时凹造型还是挺不错的，但是感觉这个好像有一点小，哈哈哈。不瞒你们说啊，我偶尔呢也到这里淘一些鞋子。给你们看这个匡威，虽然是别人穿过的呀，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上班啊很脏啊，就穿这些，我感觉也不是很心疼啊。给你们看，我还真的淘到了一双自己蛮喜欢的，这个还是耐克的呢，哎呀，太高兴了。这一双呢是15块钱，有一点脏了，回家刷一刷也可以。主要呢是平时上班可以穿。哇塞，这个大小正好哎。感觉自己真的捡到了宝贝。这里所有的包全部都是100日元，虽然不是什么牌子呀，但是质量都是还是挺不错的。唯一一点呢，就是需要你自己用你自己的眼光在这里面挑选。
给你们看看我挑的几个小包，这个是不是挺好看的？这个感觉比较适合夏天，出门买个菜呀，聚个会呀，我感觉还挺合适的。这个包也挺不错的。其实他们这个包啊，都是没怎么使用过的。不瞒你们说啊，看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还有里面的这个衣服，全部都是在这里淘的哟。给你们看这个里面，真的是很新啊。所以呢，我一开始啊也没有排斥这些二手的呀、中国的商品，因为拿到手一看啊，真的感觉挺不错的。就是可能他们放的时间有点久了，有一点脏啊之类的。我们家小朋友挺喜欢这里的这个玩偶，这个玩偶呢，不管大小，全都是100日元。我家儿子黄金城很早就告诉我了，他想要一个老虎。没想到我今天还真是碰着了。看这个玩偶还带标签呢，还是新的呢。一会儿给他，他肯定很开心。今天呢，主要是给孩子来买点鞋呀，买点衣服什么之类的。我自己今天就不挑了，哪天呢，我自己来买衣服的时候，再带大家来里面再逛逛吧。就是衣服有一点太多了，都是衣服，所以逛起来有点麻烦，怕你们也看晕了。所以呢，哪天再抽空再来里面逛逛吧。临走的时候，我竟然发现了2副小手套。因为看评论嘛，有的网友说孩子手冻得冰凉嘛，冻得通红。其实啊，我也挺心疼的。哎，没想到今天碰到了小手套，还正好是2副，一副大的呢，一副小的，正好适合他们2个。这回小朋友的手再也不会冻成通红了。哎呀，给我高兴坏了呀！赶紧拿去结账吧。这大筐东西啊，一共2000日元。还送2000日元的打折券。这个是什么呀？哦，这个是我的大老虎吗？喜欢这个大老虎。那你跟大家说拜拜吧。拜拜，下期再见。下期再见。你看着我的镜头。下期再见。中午午休的时间，带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工厂附近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的吧。我们这个工厂呢，其实就是在这个也算居民区里面吧。但是这一面都有很多的工厂，人家呢也有不少，我呢就带大家慢慢的这样往前走走看看好不好？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叫帕雷多，然后你们看看，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停车场，这个是下轿的车，看看这对面就是有一户人家，这个左边呢也是一户人家。像日本啊，不像国内分得很清楚啊，就是工业区是工业区，然后居民区呢就是居民区。在日本呢，就是像这种工厂啊和住房都是在一起的，他们也不会觉得就是工厂里有什么味儿啊，或者是打扰他们呀，他们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呢，住的人其实也是蛮多的吧。这边呢是这个人家的他的菜地啊，每年他都会种很多很多的冬瓜，然后也不吃，很奇怪啊，可能就是观赏着玩的吧。看看这户人家是非常的好啊，你们看他这个门前的这个树修剪的都非常的好。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就是树修剪的特别好的话，也会花很多的人工费，所以呢，就是可以根据这个家里庭院里的这个树的整洁度以及树的这个种类来判断这家的经济条件呀等等。咱们呢就是继续往下走啊，下面还很有看头的。这边就是一个很大的工厂了，具体是做什么的我也不太了解，反正这里要么就是塑料厂，要么就是铸铁厂。你看看这边就有一个铸铁的，像在广岛大部分这种厂子都是给马自达做加工的。这家就是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个铸铁的，今天啊没什么人，因为今天是休息日，然后呢我是来加班的。其实这边也是属于这个鸟兽保护区啊，其实就是自然保护区、风景区这样的。你们看前面这个蓝色架子、蓝色棚子的这么一个工厂，挺大的啊，从这儿到这边全是他们这个工厂，应该是算比较大的一个工厂了。而且你们看，安全第一，跟咱中文一模一样啊。所以有的朋友经常说，哎，你这个日本怎么有这么多中文汉字我都能看懂？因为他们好多的汉字都是来自于咱们国内啊，所以呢，大部分的汉字咱们大概能看懂个60%-70%左右。
现在呢，往下走就是这个居民区了。哎呀，这个挺有意思的啊！你看，人家立了个牌子，因为这个马路比较狭窄嘛，所以呢，大家经常会在这个位置错车，然后转向什么的。他家就嫌挺烦的，然后呢，自己就立了个牌子：我家这私有的地啊，你可别在这转向、掉头、错车，我是不允许的。然后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房子呢，是属于一个正在往外售出的这么一个状态。这边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农田啊。为什么他们要拉网子？不是为了怎么说呢，防小偷什么的啊，他们就是为了防止这个野生动物嘛。你们看，紧接着这边就有一个这个新车啊、中古车贩卖的这个一个市场。所以说他们这个生活区的这个规划非常的，就是让人有点想不明白啊。工厂、超市，然后卖车的、修车的，居民区都在一块儿。咱们呀，继续再往下看看，还有一点时间。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房子呀，在日本应该就是属于年头比较长的那种老房子了啊。这家建的比较有特色啊，这个瓦的这个斜度啊，还挺大的。你们看，日本人特别喜欢捯饬自己的小院子，种点小花呀，种点树啊。虽然我看不到他们什么时候去摆弄自己的院子，反正经常看不着人啊。看看这家还是蛮有意思的，他家这个门口种了一个这个松树，然后呢，把他的这个门口做成了类似于一个怎么说，欢迎松那种感觉啊。看看他们的这个小院子弄的是不是挺好的，挺别致的啊。哇塞，这家房子弄得挺别致的。尤其是这个屋顶上的这个瓦，还有这个雕塑啊，你看他们这个老房子的旁边就有一些这个新建的这些房子，新建的房子跟这个老房子比起来，就是完全就是感觉不一样的风格啊。然后这边呢也有很多梯田，给你们看看这个新房子的这种结构啊，它这个基本上都属于那种合成的。你看看啊，这个你不要以为是真的是瓷砖贴上去的，它只是外表贴了一层这么类似的一个东西，其实呢全是木架的，要么就是轻钢的。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一个植物吗？他们好像挺喜欢种这个的，而且还喜欢用这个棍子撑着它们，可能就是承受力承受不住了。我自己呢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怎么说呢，一层楼的。这种一层楼的怎么说，比较容易打扫。再往前走啊，就是大马路了，然后有超市。在日本啊，你就是会随处的见到这个叫什么荠菜吧。我分别荠菜还是我婆婆来这里教我的，就是说你看到这种开白花的，然后它的这个籽儿长成这样，不过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吃了，它就是老了。除了这些野荠菜，在日本乡下你还会随处可见那种野葱啊，还有野的蕨菜呀。看看这家居民区里面有一个大棚，他们这家是种生菜的，生菜已经全部收割完了。平时呢，我们从这下班，然后呢就是从这条路出去接孩子呀，去超市啊买东西啊，都是要从这条路经过的。一不小心走很远了，我要赶紧走回去上班了。朋友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